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KCSST 的直播間。我們這周呢又有幸請到了這個宋帆老師和專題講座這個一步一世界，邀請了旅遊達人 Echo 為我們帶來這個南極洲的講座哈。非常感謝大家做客 KCSST。簡單介紹一下 KCSST 是 Kanata 這個老年支柱中心，所以我們呢經常會組織一些社區的老年人方面的活動啊，希望大家同時也健康生活之外呢，也參加一些我們的活動哈。好，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現在話筒交給這個 Echo 和宋帆老師。好，Echo，我先给你热个身哈。我 record 一下吧，我開始 record 了。好的，謝謝。好，那麼今天的講座呢，我首先呢也要感謝一下我們 KCSST 哈，因為我們這個每次講座啊都是使用他們的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對，都是使用他們的 Zoom 的資源，而且他們的6工作人員每次都提前20分鐘。就是跟我們來一起調試，所以他們也是盡心盡力啊，就是做出了很多的幫助，這個感謝哈。那麼第二個呢，就是說我們每次的這個講座都是有視頻回放的。那麼這樣做的好處呢，就是說大家做完了講座以後呢，如果來不及聽的話呢，可以去看回放，而且有一些問題呢，可以在不斷的上面討論。那麼第三個呢，我要講一下的話。我們這個夏天其實活動非常的多，下面緊接着安排呢，還有關於 TMB 的一個付費團的一個旅遊，他們經驗分享。那麼現在正在安排，那麼緊接着這個月底的話呢，我們也有幸請到了我們渥太華的這個旅遊達人也是攝影大師崔大師，他的網名異想天開呢，他來給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意大利西西里的美麗都市傳說，這個呢也是非常的精彩。那麼敬請呢大家期待，這是第三個。好了，那麼最後呢，我們就來隆重的介紹一下我們這個 Echo 是我們渥太華這個女中的豪傑啊。那麼她呢總是在旅遊。為什麼總是在旅遊呢？因為他的肉體不是肉體在旅遊，就是在心靈在旅遊的路上。大家去過很多地方，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羨慕的這個對象哈。那麼今天呢，他要給我們帶來非常精彩的南極的這個講座，這是世界上最乾淨的一塊地方——南極洲。好了，我就不說話了，然後我們把這個精彩的部分交給我們 Echo 吧。好大家晚上好哈，謝謝宋帆的這個介紹，也謝謝宋帆呢邀請我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一段難忘的旅行。同時呢，也謝謝這個卡納塔的老年活動中心哈提供這個平台更謝謝在現在電腦前、手機前的朋友們在周五這麼美好的夜晚，能跟我雲遊一下南極。這個南極呢，一提到南極，就很多人想到冰川啊、企鵝呀、鯨魚呀，還有一望無際的那種白色世界。但真正去過之後呢，我感覺最特別的不是從照片上能體驗到的，這裡就沒有城市啊，沒有霓虹燈啦，沒有喧囂，沒有人間煙火，簡直純淨的，就是只剩下純潔和空靈。然後呢，南極另外一個迷人之處就是永遠有驚喜，永遠有不確定性，這就不是一般旅遊你能體驗到的就不確定後的驚喜，那就更是很驚喜哈，這也是它的迷人之處之一了。我們呢是這個就是我們做的 trip， 我們是2023年1月30號到2023年2月10號。我呢，先大致介紹一下我們這個 trip 都做了什麼，都看到什麼哈，船上船下的生活，給大家有那麼一點idea。然後呢，後面呢，我就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南極到底值不值得去，什麼時候去，怎麼去，然後怎麼選船了，要花多少錢了，那個 Drake 海峽這可不可怕了最後再回答一下朋友們的問題。這就是今天晚上講座大致的安排哈。
我們這個船呢是個新船，是2021年下水的，叫 Atlas Navigator， 它是 Polar Class C， 什麼 1B S Class 這些東西吧，就是我也不太懂，但具體的就是說这個新船在功能上已經很先進了，它呢就是產生的噪音呢什麼就對南極的動物啊已經降到最低了，就對南極動物的影響，所以呢就是很容易接近那些動物。還有一個就是它好像船底下有個什麼 bow 啊，是 counter wave， 就是它能把那個 wave 減少到最小啊，所以我們整個行程吧過 Drake 的時候就是正常的啊，就該有的浪也有，但是沒太感覺，虽說走路踉踉蹌蹌吧，但是也不至於反正飯照吃酒照喝啊，锅碗瓢盆的都沒有叮叮當當的，所以我感覺沒有想象中那麼可怕啊。那個可能也是跟這個船比較新，技術比較先進有關係。然後我們這個船的訂員呢是196人，實際上船的客人是158人，工作人員129人，來自39個國家，這就像一個小的那個 mini UN 一樣的。我們船上因為人少嘛，所以大家都認識感覺就是關係特別好。我們那個船上有個女作家叫 Sandy， 她的任務就是說下船前把每一個人的名字她都要記住，她就通過這個來跟每個人聊天啊什麼的居然都記住了。因為我們有幾個朋友是中國名字很難記的我們就考她居然都記得挺好。所以這個船就是小船的好處就是大家都互相都認識，然後呢就感覺游下來像一家人一樣了。然後我們這個 trip 呢是11晚12天哈，這就是我們那個行程圖從那個左上角是它那個船的出發點是阿根廷的烏斯瓦亞，然後呢Drake海峽是過了2天然後就到了南極這個半島先是在島嶼貝之間穿行。我們是到了南極就到南極之後的第4天過了南極圈然後呢過了圈之後又往南又走了整整1天然後還上了南極大陸啦，那個都比較significant， 然後又第6天又返回了，就過了南極圈又往北開大致就是這個行程。然後這個活動呢，我就想分那個船上和船下主要是船外活動。這個呢，冰川南極很著名的就是個冰川。這個冰川呢，南極實際上是個大陸，北極是海洋。南極的冰呢，最厚是4.8公里，平均是2.1公里。如果就是南極這個冰全融化的話，整個地球要提高58米那個科考隊員講，就說這個冰厚的把南極大陸都已經壓到了地平線以下了。就是南極就最主要看的就是冰川這一塊然後呢，這個左下角這個就是很常見的 typical 的，前面就是已經融化了奇形怪狀的冰山，後面呢有的時候是黑色的山然後那個冰雪畫一下很斑駁的就像那個水墨畫一樣的，有的就是純白的山前面是化掉的小冰川，後面就是各種各樣的那个纯白的山川，就是特別有層次感，也很漂亮。有的時候能看見企鵝呀，各種動物在水裡頭就是感覺挺奇妙的。然後那個你們就會看左上角這個冰川為什麼5顏6色的，像那個打翻的調色板一樣的？它這個呢，就是因為那個。這個就是海藻它那個南極的這個海風帶着營養，就滋生了各種各樣的藻類，所以呢，你要是能看到這種呢，基本都是在迎風的那一面就是風中帶的營養，就可見南極這種地方也是萬物生的。就是說你仔細看，我們有時候登陸仔細看有一丟丟的。就是挺頑強的，長的那些小草小藻也不認識，反正感覺還是蠻頑強的。
然後這個呢，這個就水墨畫一樣的哈，鳥啊什麼的都是用手机照的。就說南极吧，就是摄影挺好的，大家都拿着长枪大炮，我就拿个手机照的也都不錯哈。然後呢，我們就是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衝鋒舟啊，這叫 Zodiac，就說南極沒有港口，所有的船呢都只能停在水中，然後呢人呢是通過這個衝鋒艇給運上去的，然後那個一個艇就是基本上坐8個人了哈，然後着裝上有什麼要求我以後再講哈。然後這個衝鋒艇就是水面，它一般敢放衝鋒艇的地方都是水面很平靜的，所以我們總是感覺就像在像玻璃上一滑行一樣的，就是水也很靜很藍哈，然後安安靜靜的也沒有波紋，感覺就是很不一樣的一種感覺。然後這個冰川呢，就是因為它有很多碎冰嘛。我們那個船的那個探險隊長特別好，還讓我們撿了一塊冰，然後你捧在手裡頭吧，它那空氣就噼里啪啦的，它化了嘛，空氣就蹦出來，那就是幾萬年前的空氣啊。那個探險隊長說，這都是幾千年、幾萬年前的空氣然後我們就取回來哈，回來就泡那個龍舌蘭酒這就是跟我們那個隔壁的那個隊友，我們一起的那個雪山做背景，我們就又喝酒又用那個雪山的冰泡的酒感覺也是南極挺有特色的。反正現在還在滔滔不絕的講這種經歷哈。這個冰川呢，完了之後就是動物篇。我們這次呢看了3種企鵝，一個就是 Giant 兔企鵝，就這個有個orange 嘴的這個，它正在餵它那個小 BB， 那個 BB 就在它肚子底下。但後來那個探險隊員說哈，有可能這個 BB 就 survive 不了，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有點像 end of season 了，這個小 BB 毛還沒有退。它如果不退毛的話呢，它就因為那個 BB 的毛不防水，它必須要換成那種防水保溫的，就像貂皮大衣的那種毛，它才能過冬。所以那個說10有8九這個小 BB 是survive 不了的。然後中間這個呢是叫阿德利企鵝，就是眼圈哈有一圈白的這個企鵝就總是六親不認的站着，就六親不認的步伐。然後這個玳瑁企鵝哈，就 chinstrap， 它們就是總是笑眯眯的，因為它那個嘴邊有一條黑線所有企鵝都是憨憨的。我那個本來有錄像，但是我覺得好像也不知道怎麼放，就拉倒了。反正就是說企鵝是一個重點之一了，我們看了好多各種憨憨的。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吧，正是那個小企鵝已經開始換毛了，然後很活躍，它跟家長要吃的呀什麼，就是他們那個最活躍的時候就是在這個時候感覺就有很多素材了，看着也挺有意思的。這個動物呢，還有就是海獅啦、海豹啦、鯨魚啦都看了好多。然後那個海獅就有個小耳朵，像這個右邊這個它那個海豹就沒有都是因為那個很近嘛，所以照出來的都挺好的感覺。然後鯨魚也是看到什麼甩尾巴的啦，這個照片裡的是虎鯨一群，那照的都是蠻清楚的。然後南極呢，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還做了一個那個 kayak， 就是這是個 extra 的我們以為做不成了，因為在 trip 都快結束了，他安排上了。我們這個船呢，就是頭幾天都沒有靠路，我覺得這就為什麼我們能過南極圈，而且還往南走了呢，還走了一整天哈，因為這個頭2天都是天氣不好，然後沒有登陸的可能性。當時我們還挺失望的，但後來呢，登陸了之後就發現該看的也都看到了哈，然後就感覺，而且還往南開了，我們還在 open sea， 就是外海還開了一段，感覺外海的那個浪比那個 Drake 還大，就是它一打過來，整面的舷窗全是浪
所以也是个，但是好像也就浪大，倒是没太觉得有多晕船了，可能也跟这个船的最新设計有關係，我也不太清楚哈。反正就是說，這個福之禍所依，禍兮福所依，福所伏吧。就說這個這個就南極的魅力之一，好像一開始還挺失望的，但最後就越來越開心，越來越走向高潮。我們這個kayak呢，就是這個下面這個圖哈，左下角這個圖就是我們全體隊員登上了南極大陸。這個探險隊長說，就是理論上講，你就可以 ski to the South Pole 因為它已經不是島嶼了。以前登的呢都是南極周邊的那種各種各樣的島，這個就是登上了南極大陸了。然後還有一個精彩的就叫 Polar Plunge， 就南極極地跳水一開始覺得他吧，這個船也 very considerate， 他一開始吧，他不告訴你，因為他一個是他也找不着，他必須得找一個好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哪個地方好，每天情況都在變。然後他找到了之後，馬上 announce 完之後，大家就排隊馬上跳，所以這樣的話你也不用太緊張。你要是他早上告訴你說晚上才跳的話，你會擔心一天。這個就是反正心一橫，眼一閉就跳了就乾淨利索，也不影響啥。然後那個安全措施做得很好，腰上綁了那個安全繩，2個人要 check， 就是說保證繩子是對的，旁邊站了大夫，然後那個還有2個衝鋒舟在旁邊，所以我就想死是死不了，那就跳唄哈。然後還以為挺難的，但是覺得我掙扎半天才上岸，後來一看錄像，一會兒就上來了，看着還蠻瀟灑，所以我覺得也沒啥好怕的，反正就是心一橫就跳下去了。跳完了挺好的，那個一條龍服務，有給你遞毛巾的，有給你遞酒的酒喝完了之後，這酒壯慫人膽，恨不得好像又可以再去跳一次了。然後就那個就泡hot tub吧，這都是一整條的，然後就開始站那看別人跳嘻嘻哈哈的，這也是挺快樂的，就這麼一個活動。然後這個是船外的，就坐着衝鋒艇就有點探險的。平時呢，他在航行的時候，我們在船上也都沒閒着，主要就是聽各種講座。這個船呢，就是它不像一般的 cruise 呢，它都叫 crew member， 這個船呢叫 expedition member， 就是都是探險隊員。他們那個背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背景，有的是生物學家，有的海洋學家，有的什麼冰川學家、歷史學家，然後還有一個那個什麼法律專家。那個 Fernando 是挺有意思一個老頭，他是阿根廷的，以前是海軍的什麼軍官好像還挺 senior 的一個軍官，然後現在在阿根廷哪個大學教法律然後他就給我們講了很多南極法律之間那個之類的事情。然後呢，那個除了聽講座呢，還看些那個 documentary 那個 films， 就是還有那個就跟南極相關的各種小電影。其中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那個南極科考隊長他是個，我要沒記錯是個意大利人，他年輕的時候就在南極科考站好像待了1年多吧，然後自己 film 的他就把他這個經歷也都放出來給我們看，感覺就是學了很多知識。這個船就是這點好，就是學的都是知識。然後平時就在甲板上，因為你隨時有驚喜所以我們不是坐在這個每個房間都是有陽台的，就是不是坐陽台上就是在甲板上那個其中有個朋友是他在跑步機上看到3個鯨魚就騰空就出來了，就從水面跳出來了這就是南極的一個挺 special 的。我們也是願意泡桑拿蒸桑拿呀，泡 hot tub就眼前那個風景就跟畫一樣的，你都 unreal， 你都覺得這麼美的地方身心都很那個享受。然後那個我們過南極圈的時候大概是半夜就是一邊泡着 hot tub， 一邊可能這個圈就過了，給個證書。然後這個那個 Polar Plunge 也給個證書。然後船上呢吃的也挺好的，我們那個
天天早上有大米粥，然后那个有什么那个什么火锅啦、麻辣烫啦。还有什么？反正他尽力在做，虽说有点不伦不类的，但是心意也到了。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呢，这些组合哈，就是我们在船上过了正月15，他特意给我们中國客人做的中國飯哈，那個還挺好，有那個青蛙那個田雞腿反正那個還有那個燉排骨還蠻好吃的，那個。因為沒有湯圓嘛，他們不會做湯圓，可能也沒有糯米粉，就弄幾個雞蛋，剝了皮白白的放在那兒，就當湯圓了。反正心意是到了然後那個也算是挺好。這個船呢，後來我不知道是別的船也這樣，還是我們這個船這樣。就說中國，他們說吧，這個南極只有那個2種語言，中文和英文。只有2個熱季，就是聖誕節和春節，就可見中國人在南極的那個遊客是很多的。我們去23年剛好國門還沒開所以沒見到中國遊客。但是這個船上這些食物，就讓我們感受到可能中國遊客還是挺主要的一群人。這就是我們船上這些活動。主要就在甲板上，因為一個要鍛鍊身體，天天吃的很多，還有一個就是說想看看冰山、冰川或者動物什麼的。然後呢，我還想順便講講，就是說除了去南極，我們還幹了什麼？就是說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光去，因為南美還是蠻遠的，世界的盡頭了。剛去一趟不容易，所以我們是飛到了那個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但這個伊瓜蘇瀑布我們沒去，想着以後跟着巴西一起玩也可以。然後他這個船公司呢，船票是含包機，就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飛到烏什花雅的往返機票，我們只用了單程，我們是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了烏什花雅上船。然後下船以後呢，我們就自己從烏什花雅，當然了，在烏什花雅也要玩一玩世界的盡頭啦，什麼那個火地島公園啦，還有什麼世界盡頭的郵局啦，也都玩了，好像住了1、2天。然後從那兒飛到了卡拉法特，那個地方呢是有一個那個 Merino 冰川，那是挺有名的，就是說還在增長的冰川。一般冰川都是在萎縮在消退，它是還在增長的，時不時的就轟一下就塌了一塊冰川，也是挺震撼，蠻有意思的。然後我們又接着去了 El Chaltén， 這是阿根廷的一個徒步小鎮，是巴塔哥尼亞徒步阿根廷這邊的一個據點。我們在那兒做了好幾天的徒步這個照片呢，就是我是哪天呢？反正就摸黑走了2個小時，到了 Lake Capri， 在 Lake Capri 看的那個Fitzroy 的日出。這個那一天特別 lucky， 那個湖靜的像個鏡子一樣，一點漣漪都沒有。後來我們是2個人去的，另外2個同伴早晨懶沒起來，後來一看我們照得這麼好，他們第2天也去，但第2天去的時候就開始起漣漪了，就沒有我們這個倒影這麼漂亮。這個是他那個日出，就是整個過程我覺得這個照片就這個程度蠻好，各種層次都有，到最後就是金光閃閃，一片金整個湖水都是金色的，就全是紅彤彤金色的那種，也蠻震撼的。所以這個就是去南極呢，你還可以做些別的城市遊也行。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美得不得了很有那個像落寞的一個貴族婦人一樣的就是還是蠻有風情的。然後那個我們在那兒吃了很多 asado 就是像是牛肉牛排一樣的他們做的很簡單，感覺好像就放點鹽，但是他們的牛肉好，所以就烤出來特別好。然後我們在 El Chaltén 的時候呢，點了一份，它是用一個像那個木板像案板一樣的，上頭堆了像小山一樣的。然後我們就說我們就感覺太多了，但就了一聲，那個 waiter 以為我們嫌少，啪又給扔2塊排骨上了
就是那一会兒我們去的時候，阿根廷正在通脹，所以就是钱挺值錢的感觉吃一頓也，我们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吃一個 asado 加一個啤酒，好像還加個什麼東西加個 salad 之類的，一個人才10幾個美金。但後來我聽我朋友在去的時候，就物價都是漲上來了，就没有像我们那會兒去弄便宜了。然後Shelton 徒步也收費用了所以就是說，我們剛好趕上了挺好的時候。那個匯率1天一個價，所以我們每天就換夠1天的拿出來一大把當地錢，特別不值錢出來之後，每次換完出來都覺得跟富豪一樣的，拿了一摞錢。1天花完了就沒了，就又跟窮人一樣的，第2天還得去換1天一個價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個經歷吧。這就是講南極順道遊有這麼多選擇哈。然後下次這個就是來點乾貨了，就如何去南極那個當然還有這個普通大眾的就這3種哈。我是去南極之前看了一個紀錄片，就是幾個小伙子是 rowing， 就是划那個划快艇划那叫什麼艇就 rowing 進南極的，那就是比較那什麼了 outstanding 了。正常的人呢就有這3種，就是 sail in sail out， 船進船出。這個呢就是大多數90%的人都這麼做也是預算上最划算的，就是最便宜的一種。這個正常的就是如果只做南極半島8到12天，然後大概1萬多塊錢吧。然後那個如果南極半島加南極圈，就我們這次做的就14到16天大概。然後南極3島呢比較好，就南喬治亞島、福克蘭島加那個南極半島，這個大概小1個月就是都到7萬都有，2萬5到3萬了什麼的7萬都有，那就看不知道他們怎麼做了哈。就是這個就是 very ballpark number， 就是 very rough因為各種 combination 各种條件什麼都就很多變量，這就是一個大致吧，基本上都是要1萬以上。然後那個還有一個就是 fly in sail out， 就是飛進去船出來，這樣那個就是又有體驗了，因為你也坐船過了瑞克海峽，還比較舒適，因為你還飛了一段。我知道咱們村有朋友是這麼做的，大概2萬多哈。但是不好的呢，就是說你 fly 的時候跟那個那個天氣情況緊密相連。他們那會兒呢，就是南極就落下去那個地方天氣不好，所以他們就取消了。取消之後就改成了在智利，他們是從智利南邊的 Punta Arenas 從那兒飛的就改成那個南邊2天玩，然後呢再坐船進坐船出了，就跟我們一樣了但是因為 cut short 嘛，所以他們就沒有過南極圈，還有點遺憾這個就說你要 fly 的話呢，你就靠天吃飯了，看老天爺給不給臉了，就是變量很大，沒有坐船那麼那個 stable。然後還有一個高級的就是你實在暈船，或者你時間實在短的話，你就 fly in fly out這種的就是說那價錢就上去了。然後那個體驗呢，我覺得去南極一定要做一下瑞克海峽你要不做的話呢，就感覺沒去南極我總覺得好像缺點啥，所以我是覺得我是不太 prefer 這個就總結呢，就是說如果預算優先的話，你就 sail； 如果體驗加舒適平衡的話呢，你就 fly sail。然後特別怕暈船或者時間有限呢，你就 fly。所以呢，就是說 basically 就南極誰都能去就看你的荷包鼓不鼓也可以很舒適的玩。像我們這個屬於挺價廉物美的哈。我們那個我還想說說我們的船票價其實我一直沒想着去南極，感覺還挺遙遠的哈。剛好那天看到那個一個群裡頭說有半價，實際上也不是半價，是1萬2美金一個人，但是買1送1，就保證你必須得找一個 partner， 你們2個一起才半價。
當時呢也沒想太多，就趕快報了。後來想想，正是疫情期間啊，如果誰上不了船，我估計剩下的人就全假。但是也沒想那麼多了，反正覺得南極半價很不容易，尤其像我們這又是特別好的時間去半價。啊，後來一開始沒太關注南極，後來去完之後呢，再看有時候南極也會出現一些 promotion 了，但是都沒有我們力度大。所以現在想想，可能就因為那會兒是中國人還不能 travel，國門還沒開，所以呢，我們就占了個便宜，搞了這麼一個半價的一個行程。嗯，我之前呢，就是有時候刷視頻能刷到什麼那个博主啊，就在烏什瓦亞等啊，等到最後一分鐘，船都快開了，他有時候會放些半價的船票。啊，那我看的那個博主就說，哎呀，今年沒等上，明年再來等，就說明這個南極好像很少有半價的啊，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還算 lucky，搞了一個半價的船票，也算是 affordable 吧。然後這個去南極前呢，大家常問的就是什麼時間去最好？南極的旅遊季呢，跟我們正相反，它是10月底到3月是他們夏天，啊，然後呢11月份呢就開始有船了，那會兒是冰雪最壯觀，然後企鵝呢就開始築巢了，溫度最低。但溫度低呢，就是有些地方不能登陸啊，然後那個 very limited， 因為你那個冰什麼還都沒化呢哈，船也進不去。比較好的是12月到1月是最熱門了，天氣很好，白天也長，恨不得都有極晝了。然後呢，企鵝寶寶也出生了啊，就是那個小，就我很憨憨的哈，看着毛茸茸的也特別好。然後又是聖誕春節呢，所以這會兒就價格最貴了。2到3月呢，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因為那一會兒呢，鯨魚就來了啊，海豹、海獅啊、海鳥活動都很頻繁，那個冰川也都畫的差不多了，奇形怪狀的，就是很有看頭。然後那個企鵝寶寶呢，正在蛻毛中，你就看他跟父母互動啊。我照的那個錄像哈，那小企鵝就圍着他媽媽要吃的，他媽媽就不給啊，他們倆就一直在那追了半天，互動了半天啊。還有一個那個企鵝在那叼石頭，它要築巢。企鵝好像它有這本能，它要叼石頭，好像就是它築好巢了 ，somehow 怎麼就可以 attract 異性，還怎麼回事？那個企鵝就老老實實的叼個石頭啊，千辛萬苦走萬里路一樣的到它那，把石頭一扔，轉身又開始去叼，然後旁邊企鵝就開始偷啊，它也反正這企鵝傻傻的，它就一路的那麼埋頭苦幹，人家就在後頭一路的在那偷，也挺有意思。啊，還有的企鵝有領地啊，他那個一個企鵝想占他領地，嗷嗷叫，兩個人好像光叫也不打架，最後實在沒辦法，他就讓他站上去了。反正就那一會兒，就這個時間段吧，但是我估計以前也有了，因為我們剛好就2月份到的啊，就能看到很多互動啊，就感覺特別有意思，能看的啊，總在看，怎麼看都不煩的那個感覺。然後那個時間是這個樣子，所以我看到那個on sale 的呢，一般都是8天11月份的團，它有時候打折啊，打折都是有原因的哈，就是因為時間也不是太理想，8天有點短，因為你過這個海峽就4天啊，然後你在南極的時間也4天，就有點萬一趕上天不好啊什麼的，就有，所以我是建議去南極要盡量跟長一點的團了。然後南極的船如何選？這個去南極呢，不是越豪華越好，是船越小越好。因為南極規定一次最多登陸100人，啊，500人以上的船是不讓登陸的，只能在船上看。然後那個200人，我感覺好像現在市場上大概的船都是200人。這樣的話呢，你一天100人登陸，100人巡航，等下午回來呢，那個巡航的去登陸，登陸的去巡航，就說能照顧的比較好，就體驗比較好。100人左右的船就最佳了，因為更靈活哈，人少，看的東西啊，時間吶都很長。但是我估計可能價錢也上去了。
而且那个舒適性哈，就是說這個 sweet spot 可能就是200人，就為什麼大家現在的船都200人左右，因為它有足夠大，能讓你住得舒服，然後呢，也不太耽誤去登陸哈。這是關於船的怎麼選擇。然後大家最怕的就是這個 Drake Strait， 說有沒有那麼可怕？然後那個我說那阿根廷老頭 Fernando 他總說 Drake Lake、Drake Shake pay the tax， 後來我們才搞明白，那個 Drake Lake 就是風平浪靜，Drake Shake 呢就8到10米甚至更高的大浪，然後 pay tax 就是你那個感覺了，生不如死哈，就像你 pay tax 一樣，那估計就是非常大的浪了。然後我們呢好像是 Drake Shake， 就是說有浪，但是不至於那麼大。我是一直在吃藥，這個暈船藥叫 Bonini。我玩23年的時候，好像這個藥還沒在加拿大有，是托朋友從美國買的，感覺這個藥挺好。我是基本上每天睡覺前吃，吃完了之後暈暈乎乎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來藥勁兒就沒了。也不叫沒吧，反正就是暈船還不暈，但是呢你還蠻清醒，就不至於暈暈沉沉的。因為我後來最後一天，哪天呢，我吃了一下那個船上的藥，我說我去試一下，吃完船上的藥倒是睡覺睡得快，但早上起來頭一直是暈的聽講座就聽一半睡一半，就感覺一直不清醒感覺也不知道是藥勁兒太大呀，還是那藥 design 的那樣哈。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暈船 concern 的朋友呢，可以選擇這個，叫 Bonini， 這個好像說現在加拿大也有了這個，所以可能也因為這個藥吧，我感覺我是全程沒怎麼遭罪，感覺跟正常人一樣。然後我們那個隊伍中有的人連藥都沒吃也沒事兒，所以我想可能還是跟船有關係那個船設計的比較好，所以比較平穩一些。然後就是說南極呢，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冷，就是原先我們都以為那個都恨不得穿的跟那個就是跟什麼似的哈，什麼都得套上，實際上沒有，它比那個當時的渥太華還暖和，基本都0度以上，0到5度那樣子有些地方就風稍微大一點。然後呢，那個着裝上就它吧，南極是要 no trace， 就是 no contamination， 所以它那個 parka 和 boots 都是船方提供的，放在就是大家的這個登南極的衣服都要放在指定的地方有號碼，你是哪個號的那個 parka boots 什麼都是你的。然後呢，你的褲子就是外面一層都要留在，不要帶進艙房，因為他怕把物種什麼不小心帶過去。我們每次下船上船都要把鞋洗了，它有專門的那種洗鞋的東西哈。然後那個我們就是說背的包手套全要被 vacuum， 就是它一定要保證南極是不被人類那個就是毀壞的。希望南極能保持它的純正性哈，所以就上了那個現在登陸呢，原先還讓跪一下坐一下，現在跪坐都不讓了我那會兒跪着照相就被他們喊起來了，說不能這樣就那個現在好像對南極的保護就越來越周到了。然後就是說登陸累不累？有些人以為 expedition 就嚇了一跳，感覺不適合。實際上一點不累，因為那個衝鋒舟吧，做起來也不顛也不幹，因為它必須得保證浪平安全，它才放船，所以基本上沒有顛什麼把你都顛起來就沒有那種情況。然後上去呢，它一般是衝鋒隊員先去，先踩路，因為每天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他們每次都他們先上。把那個路標都標好，我們就順着它標的地方走。有些地方太濕滑太陡他覺得有危險，他就放個毛巾什麼的增加摩擦力。然後有意思的是，我還看到他有個桶總放在那兒，一開始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一問他說那是必須的，是個救生桶，就裡面有你 survival kits， 就是你萬一for any reason you get stuck。那個桶會支持你一段時間哈，但桶裡具體什麼東西我也沒問，就感覺這個南極上其實在安全上做的都很好，而且那個上去走吧路都不長
他選的路也都是比較好走的，因為那個南極船上，我感覺大家參加的人歲數都有點大啊。其中有個老太太，我跟她聊了一會兒，他們夫婦是剛從非洲回來，給我看半天那個非洲動物照片，很 excited。這個老太太剛換了膝蓋手術剛做完，她就來了啊，那個。反正就是說，各種身體狀況的人，實際上我感覺都能去，而且他們把你照顧得好好的，上下船都有人扶啊，而且還告訴你怎麼扶啊什麼的，啊，感覺還是蠻就是安全係數挺大。我倒不覺得怎麼有 expedition 方面的，就上下船的時候，就那個上下冲鋒舟的时候小心一下就行了。然後有的人還想問冲鋒舟安不安全？其實它是很安全的，因為南極沒有港口嘛，船靠不上，你只能靠衝鋒舟。它是 inflatable， 然後呢就吃水又淺，浮力又大，然後船身挺輕的，穩定性也好，啊，動力也強。那個這個 Zodiac 這是上岸的一個最靈活的登陸方式了。然後我們有一次，我們已經回船了，在船上呢看到一組鯨魚啊，剛好跟回來的 Zodiac 的別的人，他就在那 Zodiac 旁邊游，當時還挺害怕，說別把那個船給弄翻了。後來聽他那個探險隊員講哈，說沒事的，說那個魚吧，鯨魚願意跟船嬉戲，因為船可能什麼wave 啊 sound 了，造成他喜歡在船邊游，但是他不會把船頂啊什麼的。他說基本上不用擔心這些，所以那個 Zodiac 的人就很 lucky 了，他們就跟那個鯨魚嬉戲了一下。所以這個衝鋒舟的安全，我覺得也不是個 concern。然後呢，我還想，如果讓我再去做一次，我會做如何選擇吧。我覺得這次呢，就是南極半島哈，如果我會選擇的話，我可能做南極3島更好一點，因為那個南喬治亞島是整個南極的精華部分啊，那個有可看東西，主要有王企鵝啦、信天翁啊，象海豹我們倒也看到過。我不是可能那個喬治亞島應該挺多的哈，還有個 Shackleton 的墓地，就是說還有點歷史在那上頭。主要這個南喬治亞島是個挺好的啊。如果這個核保谷的話，我倒是建議啊游個3島，大概1個月左右，這樣的話也不留念想了。但是旅游呢，總是有遺憾哈，所以我覺得這個南極半島都給我這個就是驚訝的、驚喜的要命，所以我也挺開心的啊，覺得這個3島沒有也沒事兒，反正以後還是有機會。然後還是說要花上萬元去南極，就為那幾天的精彩，值不值得？反正我反覆感覺到的就是說，它南極是最後一塊淨土了啊，沒有人類的任何的。就是干擾啊，什麼城市喧囂啊，就是乾淨的不得了。所以我就覺得，真是你要不去那兒吧，你感覺不到震撼啊。後來我想想，看的不只是企鵝呀、鯨魚啊、雪山吶，實際上那是地球原本的樣子，就人類出現前它就那樣，現在還那樣，真是很難得的一個地方。所以就是說，還是有人問值不值得去，我就覺得，如果預算允許的話，它可能是我去過的最值得的一個旅行，因為它帶走的不只是照片哈，而且意識到這是人類最後一片沒有被人類改變的淨土，就是它那個 pure 啊，真是好像難以言表，就感覺就覺得像在天堂一樣，真是有那種感覺，就是別的 trip 你沒法體驗到的。好，我就講這麼多哈，那個看大家有什麼 questions， 可以 unmute 呀。可以，大家可以有問題可以自己 unmute。謝謝 Echo 给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介紹啊，聽得大家都摩拳擦掌了，大概。我可能講的有點太快呀，還需要點 digest， 不過沒關係了，如果有什麼你可以在群裡問也行哈。請問你有沒有更多的照片分享？我吧，我就是這個，我就是一個手機闖天下，所以我把手機照片導到硬盤上了，因為我還要去別的地方闖天下。
打完硬盘之後，硬盤找不着了，不出意外的意外。我现在这点照片呢，都是我朋友圈的啊，然后跟同行的小伙伴又要了几张，应该有更好的，但是我就那个找不着硬盤了，所以就有些好的，但是没办法，找不着了。讲得很好，謝謝。謝謝謝謝。我看 chat 裡還有什麼哈啊，謝謝謝謝，對，反正呢，就說這個南極呢，說是說，但是體驗真是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錢吧，啊，哪兒都是花，你花在這兒不花在這兒的，我覺得花在南極上是蠻值的啊。然後北極我也去了，感覺北極就跟南極是一種不同的體驗。還是南極就是特別 pure， 我反覆感覺的就是簡直就沒有人類的活動哈，啊，就覺得感覺就回到 Ice Age 了啊，就那種感覺特別的突出。你在阿根廷呢待了幾天呢？就是上下船之前。我們待了挺久的，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去的時候稍微玩了一下，因為那會兒是 COVID 的，不就想馬上上船啊，所以回來的時候呢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玩了，參加幾個那個 City Walk， 還有那個 Free 的 City Walk， 因為那個該做的都做完了，所以玩的也蠻放鬆的。這個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個蠻值得去，特別有那種沒落的那個西班牙那些殖民地的那些那大馬路寬的，你光紅綠燈得過好幾個才能過一個馬路，我看着特氣派。他以前是那個特別富的一個國家，就是他們歐洲人要移民到阿根廷，覺得是個很榮耀的事情。現在沒落成這個樣子，也是挺有意思的吧。挺好，我覺得這個什麼探險啦，什麼人文吶，也都看看，什麼各種歷史啊什麼的，我覺得這個挺值得做的一個旅行。治安怎麼樣呢？治安原先我們這個極地去了好幾波，所以有個群有個人說他那個新的 iPhone 就站在 hotel 門口查路線，啪就被人搶了。所以我們當時都可緊張了，每個人脖子上掛個繩，把手機掛好。然後呢，有個朋友一開始連照相都不照了，說我跟你就照吧，照完了之後我跟你要。後來一看沒那麼嚇人，反正我們是啥也沒遇到過人都蠻好，特別熱情，當街就跳舞有個音樂就能扭起來，感覺南美人挺好的也不愁吃不愁喝的，天生樂觀。沒覺得治安怎麼不好，但有可能我們是一直幾個人一起然後那個我們幾乎都是打車，來回都打車，可能好一點。去那個博卡區我們也是說最亂了，我們參加完 walking tour 沒覺得怎麼亂可能我們比較 lucky 吧。這個不同的經歷不一樣。我是11年去的，很亂，非常的亂。那個基本上我去過南美的這些13個國家，就幾個沒去過，其他的除了那個智利的聖地亞哥治安好一點以外，其他的都很亂。最亂的就是那個就是那個舉辦奧運會的那個。突然忘了，亂的是里約，里約是亂的一塌糊塗，那個亂，那個我插幾句，我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有3次就是在城裡面玩，基本上每天都被人潑了髒水，就是你們知道，就給別人潑髒水吧，就是他們調了一種特別惡心的東西。然後呢，第一次呢是有一個人騎摩托車把一堆東西澆在我身上，這是第一次。然後第二次是我一個人在那走的時候呢，身後有一個人過來，往我手裡面拿了像牙膏一樣的東西，往我身上擠那個髒的東西。還有一次也是在，反正搞3次，
他们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把那很恶心的东西挤到你身上，你就肯定要把你的背包啊或者是随身的物品就要松开嘛，对吧？这时候肯定会有人上来就抢，就是这样。我当时我知道，因为我原来在欧洲就被别人知道这种把戏，所以当时只好忍着那个恶臭，就走开，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再想办法。反正是挺乱的，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人少？我觉得人多势众还是不一样，可能有点震慑作用。反正对我当时这3次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我喜欢对，当时我觉得不一定说是确实很漂亮，就像 Echo 讲的一样，那个街道很宽，而且有很大的非常大型的那个雕塑，很漂亮。还有那真是挺漂亮的一个城市，只可惜挺乱的，而且当时还有好多那个帐篷搭的到处都是。他们也挺民主的，他们城市里面并不管这些人，所以那些帐篷就搭在他们的那个国会，就搭在他们那些就是市里面最显眼的地方。他那有一个国会大厦，跟那个美国的那个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整个就一模一样，很雄伟，很雄伟，而且前面都是帐篷，哇，那个乱。anyway， 这题外话，你们接着问这个南极的问题吧。哎，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可以吗？当然了。好，谢谢啊，你講得非常精彩。第一個就是你在那個 Cabaret 就是 Fitzroy 那個拍得特別漂亮。你是夜裡邊幾點鐘出門呢？為了趕到這個？我們吧走的有點早，因為我們在頭一天徒步的時候，就有人看完了日出下來，然後問他日出什麼時間，他們也不太會懂英語，我們也不懂西班牙語，反正最後就 figure out 可能是4點日出，4、5點吧，所以那路上是很黑的。對了，就是黑燈瞎火的走啊，帶個頭燈，然後去了之後去的太早，所以在那兒還坐了1個小時，但是也挺值的。有沒有動物的危險？比如說有什麼野獸？沒有，好像就我們一個人，就我們倆在那兒，旁邊也沒人，很安靜，其實也挺享受的。你就看那個背景哈，從黑的慢慢變成特別就深藍吶，然後慢慢的這天際線就出來了，挺好的。對，我能想象，因為我去了那次正好是下着雨，沒看到，非常遺憾。那個再請教第2個問題，因為你去了伊島，那麼伊島而且你是過了南極圈了，但是你說是好像你提到在船上過去的，沒有真正踏上這個沒有哈，那你覺得值不值得專門為這個？不值得，其實那個圈兒，那個風景一模一樣，過不過圈大家看一樣的東西就是給個證書，但是呢，我覺得就是還是要在南極待的時間長一點好，因為它天氣吧捉摸不定。就像有一個登陸的點哈，它這家公司吧 Atlas 還有一條船叫做 World Traveler Sister Ship， 他們在頭一天在那個地方就沒登陸，然後我們第2天呢去了，我們就登陸了，就是說它那個瞬息萬變。你有可能連着幾天都登不了路，你要是時間不夠長的話，你 ended up 你沒看啥又回來了。OK， 明白。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對，你說到如果可能的話，能去3島最好。我看了一下3島時間還是比較長的，我看好像還有一個 option，就是說去2島，比如說去 South Georgia， 然後再加個半島。你覺得這個 option 是不是可行，或者是可取呢？也挺好啊，因為那個 Falkland 的那個 cruise 都能到我覺得這個主要是對 South Georgia 那個是最好的，我感覺。OK， 行，好，謝謝。謝謝。我吧就是對南極一點沒研究，也沒想着去，就因為看着有半價了，突然就去了所以也就有啥就要啥吧，反正是半價。是挺想想好像對呀，我也是看了好久，一看那價錢都是，哎呀，算了吧。對，
我还有個問題，就是你嗯，坐的那個船啊，它是一般是那種密閉的嗎？還是有通風的呀？尤其没有，的时候，船很高级，那个每一个舱房都有那个 balcony，就是哦，那个很现代的，该有的都有。然后那个全包，吃的也很好，什么酒水啊，什么都包，就是一价全包啊。然后那个送帆原先问我有没有小费，我都忘了包小费没有，但可能是另交的或者包了，我也不太记得。但住的很舒服那啊，小费船上是都要另交的那有，cruise 可能。这种都是另交的。我就感觉哈，因为我们刚上船的时候不是过 Drake 海峡嘛，天天窗帘拉着，反正就是反正就没怎么往外看。等那个第三天那个稳了哈，再一大窗帘一开，哎呦，就感觉就像天堂一样，就那个感觉是给我最震撼的，因为你没想到会是看那些，就是那个平静的呀，然后那些冰山呐、渣渣在那个蓝水上。啊，就像水晶一样的，嗯，那会儿感觉特别冲击，因为我们就是一直也没拉窗帘儿，所以它这个探险船就这点好，每个人都有个阳台，你没事儿就坐那儿看看，保不齐能看到啥。头几天然后没拉窗帘，是因为海浪特別大，是吧？2天，对，在 Drake 海峡也拉，有的时候也探出头儿看看，因嗯为它有浪嘛，然后就嗯觉得，哎呀，反正但是我们也没闲着那2天，把所有就是他要把你东西要上路的东西啊，都要吸尘啦，然后要放到指定的地方，因为他把这方面做的特別好，就是你一點不能 contaminate。啊，就南极一定要保證它的純潔性，所以我們那2天吧，也都在做事情嗯。啊，也沒覺得。我請問一下，你去那個南極在 cruise 上面，需不需要特殊準備一些什麼衣服啊，或者是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你平時你要做戶外的話，那些衣服足夠了。它那個正常的船是給你提供一個帕卡，就是那個我們的綠綠的哈，那個衣服就是給完了你就拿走了。那個是防風防水亂七八糟，然後那個還給 boots，它船也提供，所以你事先要告訴他你的腳的號碼。然後就是過 Drake 海峽那幾天就穿衣服、穿褲子、穿 boots，就試各種的 gear。然後那個褲子一定要防水，因為它有的時候哈，那個它那個光 Zodiac 它都靠不了岸，你還要趟着水上岸什麼的，有的時候濺點水花、冰花的到你褲子上啊。然後你你手套要戴一個，因為你有時候在外面時間長哈，它是這樣的，它 Zodiac 來回穿梭，就是說你不想看了，你或者體力不行了，你就坐着回船了啊。你要感興趣，你就一直可以站在外面看啊。然後那個最好手套防水啊，亂七八糟的，因為你時間長了還是有點冷的。那個你們上岸的時候，那個岸上的風大不大，或者是沒有什麼風嗎？有的地方有風，也特別大，有的地方就沒風，就看你在哪兒上岸吶，亂七八糟的啊。但基本上都沒太有風。哦，啊，謝謝嗯。謝謝。他吧，就是他們這個 expedition 這個 leader 和船長2個人要配合，就是他們一定要 make a call 啊，所以也挺難的，因為他又想讓我們有體驗，他又保證安全。我們那個去之前，好像那個 Viking 有個 ship，就是浪太大，把船給打的玻璃碎了，其中一個女的還去世了。啊，所以還是有風險，就是說那個你一定要必須得有經驗啊，船長啊，leader 一定要有經驗。我看看 chat 裡頭還有什麼哈，謝謝謝謝，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我問一下，你這個買票吧，我看到那個小紅書上也有很多人賣哈。你嗯。們就是說你覺得是傾向於直接去他那個公司的網站呢，還是說通過代理呢？還是說，我覺得小紅書上那些100%也是代理啊。就是說，在你的感覺，
就是代理的价钱会比直接去他的那个公司的网站，那个 Cruise 那个网站，便宜呢，贵呢，还是差不多呢？我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因为我本来没打算去南极，没做任何研究。就是我们是跟代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代理的群里头，他就是做极地旅游的啊。然后那个我就通过我以前的经验哈，我感觉代理有 special discount，可能跟代理还能更便宜点，比跟船有的船公司还不直接 deal，你必须得通过代理才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比较一下。但是我感觉就是 overall speaking，还是代理好像价钱好一点，而且服务也好一点。像我们这个选时间哈，就是那个代理给我们讲的，他说12月底看什么，1月头看什么，1月底看什么，因为当时什麼時間我們都能選啊，然後8天、12天，就我這點知識也差不多從那個代理那兒學到的，就是說他這方面服務呢好一點啊，因為他自己本身去過了，他就經驗呢都是第一手的，就好一點。因為我看的那個，如果從那個南喬治亞島那邊出發那個遊輪，它去南極是不能登陸的。但是不是它好像大遊輪吶？對，它好像都比較大，那就沒意思了。就是個人有個人的需求吧，我覺得是，就是有的人喜歡，對他不喜歡登陸。對，因為我們這個就是跟動物接觸的特別，你看我這手機照的都很好，就是密切接觸，而且那個企鵝它也不太怕你，它就你不能去主動走向它，但它可以走向你。我有一張照片，就是我們科考隊員站在那兒，那小企鵝就哎呦，就一個小 BB 就噠噠噠噠就往它身上往它那邊上走，有的時候我們都不動，它就圍着我們轉。挺有意思，因為他看我們也挺新奇的。大船可能穩一點，小船嘛，暈船啊什麼的就更厲害一點。對，有可能但是這種極地船吧，它都已經有那個 Taylor 的 design，我都懷疑可能也差不多，因為我們沒太感覺到暈船上的困擾，就我們一行6個人嘛，渥太華來的大家都挺好，狀態都不錯。所以我覺得這個極地船可能還是specific to the 極地 condition 哈，所以就能稍微可能也好一點吧，體驗也不錯。chat裡頭還有一個問題，費用保險嗎？費用含保險嗎？這個旅遊保險都是另買，我感覺是哈，都是你要自己再買，像我們單位有就單位出，你要沒有就自己買我倒是沒太注意保險方面的事情，感覺那個 common sense 都要自己買，但是我們倒是問了一下這個 COVID 如果得了能不能怎麼回事兒，當時他們也含含糊糊的。就反正我們當時就覺得要不得最好，就什麼麻煩都沒有，得了以後再說。當時就有這個 COVID 的 concern，就比較麻煩。現在的價格已經比你說的那個價格貴了很多了，現在你們這個價格已經不可能再買到票了。現在多少錢了？我都沒太注意。現在最便宜的還是比較便宜，但是肯定是比你說的那個船要簡單的多了。那個實際上最便宜的那種船，還有就是有4個人 share 一個 bathroom。對，但是就是說這個是比較少的，這個的話呢，可能美元也得7000塊錢一個人，7000美元一個人。這是幾天的呀？都差不多，大概都是10天到12天吧，都不會進南極圈，都不進南極圈，就是在所謂南極3島轉一下。像你說那個可能是特殊情況，他有時間，但是沒有，因為不能停船，他就進去了。對，那個基本上90%的都進不了南極圈。對，他不進，就可能像你說的，進去之後你也看不到啥，因為一樣。
对，是冰，風景都一樣。都是冰，對，都是冰，其實是一樣的。對對，就是 symbolic， 拿個證書。對，問題我們還在 open， 就是那個外海還開了一下，感覺挺好的，浪也很大啊，就覺得也比有那種，這個的浪都大。就我也看到過，也有那種，也嗯有開過去，叫什麼海來着？對，也有過去的，但是可能要多花時間了，就是說有的要多花時間。他有的人对就說好像意義也不是太大，因為其實你去南極，你要是看冰川的話，可能哪儿都有吧，就是你不用特意对，確實去南極是，圈哈。對對對，哎，我聽到的是，大概在那个时間，阿根廷好像某一個地方，它實際上那個企鵝都在孵化呀，或者什麼東西，我現在忘了那個什麼叫什麼地方了。就是說，就是你不用去南極，或者是你不用坐船，它就在那個有一個好像是某一個地方，它那個地方正有好在那個季節，呃，企鵝正在孵化。你们去沒去過那個地方？或者你知不知道？我現在都忘了那個什麼地方。企鵝是吗？哪个地方它都会去啊，不光是南极啊，就是不光是阿根不是，廷，包括我说的是，别的也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当然哦。是就是那个地方很集中。你去了之後，你會發現，你可能會比那個你去那個坐遊輪看的還要多。就是那個時候正好它都是在孵化那個時候，哎，我現在忘掉了那個叫什麼來着，反正是在那個阿根廷的某一個地方。嗯嗯這嗯嗯個嗯嗯嗯關鍵是看你要看什麼樣的企鵝。對對對，對，我覺得也是。比如說那種像皇帝大企鵝，那個它就基本上在那個，就看你什麼地方嘛。是的，像這個阿德利企鵝哈，只有南極有。你要是看到它的話，你就知道你在南極了，就別的地方都沒有。嗯，对呀，澳大利亞還有藍企鵝呢，南極也沒有，就是最小的企鵝是藍色的，在澳大利亞的海岸上。對，你這張照片你就看這個小毛毛絨的，就這個寶寶還沒有褪毛，它的毛不防水。然後這隔壁這個你看褪了一半了，他們一般就是腦袋上的毛是最後褪。我們去的時候，有些人就頂着一撮毛，挺好玩的。那個沒有脫毛的那個身上是黑色的嗎？還是說側面的？灰的，深灰的，全身都是深灰色的？最胖這是小絨的就是深毛。灰的是小寶寶，真沒見過這些。對，頭上那深灰就是寶寶。對，頭上帶一撮崩殼頭的這個是褪了一半兒了。對了，對了，啊，他們必須在入冬前全退完了，要不他們就不能 survive。哦，好像你右邊第三個那個退了一半兒。對，背上對也是褪了一半兒。對，它總是頭上是最後退的。你看這個上面有禿一起，它可能就剩頭上一撮毛了，挺有意思的。挺好玩，就有的時候看他們哈，看着看着就覺得啊，你都能看出門道來，他們幹什麼呢，在講什麼呢，都挺有意思的。是挺好玩的。其實這個話題稍微扯得遠一點，其實剛才汪強也講了，其實這個企鵝最遠可以到那個 Galapagos， 那是赤道的南緯4度，這是它能到最遠的地方，但是它絕對不會過赤道。然後再呢，就是還可以在南非的開普敦也會有。然後其實，在阿根廷境內呢，也有各種各樣的企鵝，也有很多。如果你去那個烏斯懷亞北的那個叫什麼，那個麥哲倫的那個穿越海峽那邊叫什麼去了 ？El Cap， 我忘了名字了。突然就是說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Madalena Island， 那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企鵝。反正對我說的好像就是那個地方，特別多，對，特別多，特別多。那個地方我去過，那就跟那個 Echo 講一樣，很有意思。他們有的就在那兒，就是他們是跑動，他們不是累石頭，他們跑動，他們有的就跑，然後呢，有的呢就是就在後面就撿便宜，你跑完了之後，他在你的。而且他們也有一些單身狗，然後他們叫起來啊啊啊，然後有的叫特別慘，然後女的就是不理他，那個特別好玩，真的是特別好玩。我好像聽別人說，那個
企鵝它那个粪便特別臭啊，還是說那個怎麼回事兒？味道很大嗎？在那個？有點兒粉粉的，因為他們吃對，磷好像蝦嘛。說是粉色的，聽說我好像想起來。對，然後你都能看到那個企鵝嗨味，因為它常走的地方那粉的。哦。對。一路走一路拉出去。是我們那會兒那個照片有 competition 得獎的那個，正照着企鵝在拉屎啊，弧線型的就拉出去了。行，那我看那個好像大家也都問的差不多了哈。宋帆，你還有什麼要講的嗎？我沒有了，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覺得講得很好，然後非常的精煉，然後內容很集中，然後這個大家因為時間控制的把握的特別好，然後語言也很幽默，我覺得講得非常好。如果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在群裡問哈。謝謝 Echo 給我們提供這麼好的講座。然後這個呢，也是我們這個老年服務中心的一個 series 吧，就是後續宋凡老師還會帶來更多精彩的講座。我們也有很多線下的活動啊，除了線上的，就比如說9月27號吧，我們會有中秋節的晚會，然後是人可以來的。我們會有表演呀，會有 potluck 呀，歡迎大家到時候